中美在对马克思进行外交拉锯战，菲律宾的态度非常明确，拜登又白等了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在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中，以中国争夺对东盟的影响力是重中之重，而菲律宾呢，又是东盟国家之中最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。因此，当杜特尔特结束任期，小马克思成为菲律宾总统之后，美国人对马克思的态度立马就变脸了，极力拉拢之意表现得非常明显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展开了一次东南亚之行，而且第一站就来到了菲律宾。新任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正在重新调整其国家的外交关系。他与前任杜特尔特不同，不但回避任何反西方的言论，并且在南海争端上采取了相对较强硬的立场。在会见王毅之前，这位菲律宾新总统与至少3位美国的高层官员进行了会谈，包括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。小马克思表示，他倾向于多边外交政策，其目的是从大国中获得最大利益，并确保对大国的依赖最小。亚洲时报认为，在该地区新一轮的冷战中，华盛顿和北京都在积极地争取这位新人，以扩大其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力。在这种竞争中，马克思将成为近代历史上首位访问白宫的菲律宾总统。而对中国来说，最近10年来对菲律宾外交政策的剧烈波动，凸显了确保杜特尔特继任者顺利过渡的重要性。王毅访问菲律宾时，会见了菲律宾的副总统萨拉·杜特尔特，重申与菲律宾前政府的牢固关系，还会见了马克思夫妇最信赖的国家安全顾问克拉丽塔·卡洛斯，巩固了杜特尔特领导下的两国关系的积极向好的势头。小马克思侵华有历史传统，因为前菲律宾铁腕人物费迪南德·马克思是他的父亲，也是冷战时期让菲律宾与中国保持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关键政治人物。中国与菲律宾在会谈期间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是，双方同意不让争端界定双边关系，也不让具体分歧阻碍两国之间的合作。中国承诺绝不会让菲律宾走被旧大国殖民掠夺的老路，并坚持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友好、友好和更友好。这等于给了菲律宾新总统一个定心丸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能认为小马克思与杜特尔特的外交政策类同。实际上，这位新总统已经在重新调整其前任的外交政策。马克思已经表达了欢迎与美国建立更大的战略和经济关系，美国也已经向他保证不会再遇到任何法律麻烦。之前，小马克思夫妇在美国法院面临着多项指控。美国的副国务卿舍曼向这位菲律宾的新总统保证，当你是国家元首时，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豁免权，并欢迎你以官方身份来到美国。不过，小马克思显然也不想完全倒向美国，他给美国人的答复是，将维护我们的领土权利，并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以坚定的声音与中国对话。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誓言要与中国进行关键性的接触。未来几周，小马克思政府将不得不做出重要选择，包括他上任以来的第一个出访目的地。他可能会试图从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中获得最大利益。美国寻求在菲律宾扩大军事存在，而中国则寻求在菲律宾的战略基础设施上进行更多投资。为了让中国放心，小马克思向中国发出了更积极的信号，将与解放军展开一系列互动，这也让美国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，因为中美两国在发展对菲律宾关系的诉求方面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。美国想利用菲律宾与中国对抗，搞乱南海，而中国只是想与菲律宾发展友好合作，保持南海的稳定。美国人最后发现，自己不但要给菲律宾一定的好处，而且呢，
他们想要的菲律宾却死活不给他。拜登推动印太战略的关键之一是要把菲律宾变成他一颗棋子。目前来看，他的这个企图是没什么希望了，拜登可能又白等了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